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当晚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晚会。人们相信，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来临了。来自各地的6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大会结束后不久，1931年12月14日，从山东济宁调来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宁都起义，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这时候，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是王明掌握。王明原名陈少宇，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熟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颇受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王明回国后，借共产国际批评中共6届3中全会之机，自是能得到共产国际支持，便提出改变中央政治局成分的要求。1931年1月7日，在中共6届4中全会上，在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2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决定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和撤离上海。王明要去莫斯科了，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了。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不到半数，所以王明在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博古被他推举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这一年，博古24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所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根本忽视了蒋介石在第4次围剿上所做的调整。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剿匪总司令，开始发动第4次围剿。计划先调30万人进攻鄂豫皖根据地，调10万人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到达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在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第4次反围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与毛泽东等人联名给这2个根据地发电报，明确指出不能分散与硬拼，强调以游击战术去对付敌人。但是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这2个根据地还是丢失了。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湘鄂西苏区的夏曦，
主要执行的还是网民这个走向冒险主义的那个军事战略，就是以进攻对敌人的进攻。那么出于这个兵力、火力都绝对劣势的红军，采取以进攻对付敌人的进攻这个战略，很明显就是不对。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去打城市、去和敌人硬拼的愚蠢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后来讲过，打仗这件事情怎么可能靠书本呢？就是枪声一响，就得全神贯注地关注战场的情况，那是正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去体会、去观察、去感悟，我们就能得出必要的结论。它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的。至于说其他人的经验，至于说书本上的经验，它只是给你提供了思路，不能取代于你对战场实况的了解和对它的判断和对战争经验的总结。这正是毛泽东高明之处，他一切从实践中来。毛泽东一贯反对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教条主义倾向，就发表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到现在我们都应该精读，就是在中央苏区那一段叫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中国问题要靠中国同志自己来解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观点。然而毛泽东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最典型的就是一个赣南会议，一个宁都会议，就说毛泽东右倾。宁都会议后，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掉了他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道别之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如果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我，便何时来，毫不气馁。” 1932年10月，在鄂豫皖湘鄂西得手的蒋介石，又把目光瞄向中央苏区。他调集30多个师，分左、中、右3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陈诚被任命为中路军总指挥，指挥16万人，担任主攻。在蒋介石的8大将领中，陈诚资历稍浅些。黄埔时期，何应钦是少将总教官，陈诚才是上尉，但他却后来居上。周恩来曾评价说，陈诚算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是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是陈诚与红军的第1次交手。结果表明，坚持打主动仗、打运动战的红军，让陈诚吃了大亏。1933年2月28日和3月1日，国民党中路军第52师、59师几乎被全歼，2名师长李明、陈时济被俘。3月21日，红军又歼敌近1个师，中路军的1名师长负伤潜逃，还阵亡了1名团长，负伤2名团长。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转被动为主动，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这一仗可把陈诚打烂胃口。陈诚曾经给蒋介石发电报，这个研究自知，甚至说我已经没有脸面来告慰天下，弄得陈诚很狼狈的。
蒋介石说：“为此次措施凄惨异常，是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骄矜自善、不遵意图为由，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的处分。这次失败后，蒋介石为准备第5次围剿，专门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又全身心投入了进去。这期间，陈诚对红军的战术进行了分析，研究出一套对付红军的办法。蒋介石先后23次到训练团讲话，他说：“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共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力斩无赦。”他以安内为主，以剿共为重心的决策，助长了日本的气焰。1932年5月，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实际承认了日军长期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从而使日本得到一个可以随时向中国腹地进攻的战略基地。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又答应取缔抗日活动，将19路军调离上海，派往福建剿共。1933年5月，南京政府又与日方签署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到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支线的以西、以南地区。事实上，把热河在内的东北4省拱手送给了日本，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签署这些协定的目的，都是为了换得与日军暂无战事，让蒋介石能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对付红军。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这是他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全国范围内，凡是能机动的部队都被调来了，嫡系更是倾巢出动。具体部署是：北边以顾祝同为总指挥，蒋鼎文为副总指挥，下辖33个师，分3路，由北向南压。南边以陈济棠的粤军为骨干，由南往北压。何键的湘军从西边来，从淞沪调来的19路军从东边来。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他的主要任务是寻求中路突破，与红军主力决战。就在国民党军一步步向中央苏区合围而来之时，红军的作战指挥却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教条。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提出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当时叫2个拳头打人。突然分散了兵力，使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1933年9月，当第5次反围剿开始，敌人进攻苏区北大门黎川的时候，红军主力正分散作战，负责防守黎川的大部分部队也被抽走了，防御是空虚的。敌人推进得很快，9月28日，黎川失守。黎川失守当天，
一个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来到了瑞金。他就是李德，真名叫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之行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事件促成的。1931年6月1日，一个叫约瑟夫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英国警方逮捕。警方从此人携带的物件中发现了2个上海的邮政地址，于是英国警方迅速做出反应，立刻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迅速查实了2处可疑地点：四川路235号、南京路49号，都与一个叫牛兰的外国人有关。他和妻子达吉亚娜都持有多国护照，身份是商人。6月15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但是警方却没有审出什么结果。正准备释放的时候，却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事件，暴露了他们苏联特工的真实身份。很快，牛兰夫妇便被引渡给了南京政府。南京方面想杀牛兰夫妇，想以此切断中共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莫斯科的远东联络体系。苏军驻上海特工佐尔格和中共中央特科潘汉年提出利用国民党人员腐败的特点，用美元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很快，莫斯科便派出了2个送钱的人，他们各带2万美元，走不同的线路来到上海。其中一个就是奥托·布劳恩。给佐尔格送款本来是他的唯一任务，而他却在上海见到了在莫斯科就认识的老朋友博古。此时的博古刚刚接手中央领导，自感最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奥托·布劳恩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便想请他做军事顾问。于是就电报请示了莫斯科方面。共产国际的答复是，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征当兵，就当了这个不到1年的列兵啊！你想想，这个连上等兵都不是啊！在前线就是那个兵的经历，打过几天仗。后来在这个德国共产党发动这个汉堡起义的时候，参加过那么短时间的巷战，这是他的这个唯一的作战经历。后来呢，送到苏联，进过这个军事院校，有了一点院校的经验。就这个人派到中国来啊，实际上是当情报联络人员的。开始共产国际并没有想让这么一个就是军事知识非常肤浅的人，来这个指挥红军的。但是博古却在瑞金召开的欢迎会上，给奥托·布劳恩戴了一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帽子，给他起了中文名李德，要求不得泄露他的真实身份。从此，李德的名字便进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蒋介石也用了一个德国顾问，不过他的名声要比李德大得多。他就是享有德军之父称号，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汉斯·冯·塞克特。此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指挥围剿红军，但却帮了蒋介石的大忙。1933年，塞克特向蒋介石递上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
精练陆军，加强军官素质培养，武器装备以质量建设为主，军费控制用预算制与审计制相结合，指挥系统实行职权清晰化等等，开始了对国民党军的改造。与68岁的赛克特相比，30岁的李德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新兵。李德回忆说，在瑞金，他的住处离中革军委只有5分钟的路程。为方便李德的指挥，中革军委的工作程序一度做了调整。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先送李德那里，翻译后让他批示，然后再把他的批示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本来只有建议权的顾问，很快就找到了太上皇的感觉。在军委的会议上，李德说，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不让敌人蹂躏1寸土地。实际上他的军事知识非常肤浅，而且从苏联军事院校学到那点东西，搬到指挥中国的红军作战，那你怎么可能来讲符合中国的实际呢？这也是个历史的悲剧了。就这样，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人修筑坚固阵地的萧石、磁溪桥等地进攻，结果都没有成功。第5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红军发现，虽然是老对手，但对方好像换了一批人。从前那种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的现象不再出现，而变得前进果断且联系紧密，防守坚韧且增援及时。对面敌军也发现，红军好像也变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变成了拼消耗的攻坚战。他们也搞不清红军那种飘忽不定的战法哪里去了。所以敌人很诡啊！我不急于在战役上，迅速这个取胜，好吧？我们讲，战略上要持久，战斗上要疏解。啊，为什么要疏解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部队，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稳定的补给，我们只能打得赶快就走。啊，如果这个战役拖的时间长，对红军是不利的。但敌人呢？敌人就由于造成你战役上的持久，战斗上的持久，战斗上持久就迫使你通过拼消耗，人力物力的消耗，弹药的消耗，那你肯定就完蛋，你拼不起，所以迎合了敌人的需要，错就错在这些方面。此时蒋介石采取的战术是军行所至，利剑碉堡，逐步推进，稳打稳扎，3里5里一进，10里8里一推，进一步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苏区。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到1934年1月，国民党军在江西中央苏区周围构筑的碉堡就达2900座。红军陷入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李德已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
中革军委在致师以上首长机关的一封信中强调，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毛泽东的兵法跟那个李德有什么不一样？3次反围剿形成了毛泽东兵法。毛泽东兵法呢是什么呢？7条：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慎重出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李德博古套的苏联那套正规战的打法，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情况嘛。所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从战场实况来看的话，国民党那个堡垒啊，很多它是什么？钢筋水泥的，对吧？你那是石头的、土的，人家几炮就把你掀掉了，你堡垒对堡垒吗？所以毛主席对他就是批评，但是呢，他讲话不算数啊，就这么个情况。硬碰硬的方针遭到了红军将领的质疑。这个林彪和彭德怀其实都向中革军委提出过自己的这个意见。彭德怀提的意见最多，最后还跟李德博古都吵起来。但是当时这个中革军委的这个总的大政方针你是不能违抗的，就是这个阵地防御啊。林彪当时向这个军委也写过几次这个建议信，这里面呢有的是正面的，但现在看呢也有负面的。他讲中央苏区面积广阔呀，他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节节推进，他有很多空隙啊。在这种空隙可以利用它，还是可以发挥运动战的长处，歼灭敌人的。这林彪这个意见是对的，当时没有被采纳。曾任蒋介石秘书的邓文仪回忆，在第5次围剿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正在临川中学指挥作战，突然附近响起了枪声。经过侦查才得知，红军有一支很大的部队到了附近。当时真是危急万分，因为这里是指挥中心，只布置了少数警卫部队。第5次反围剿中，红三军团奔袭虎湾，的确是一次大胆的战役行动，但是行动的目的不是偷袭蒋的指挥所，而是为吸引敌人主力回援。彭德怀并不知道蒋介石就在临川，但他的行动着实令蒋介石吓了一跳，已经考虑派水上飞机来接他了。第5次反围剿中，对蒋介石刺激最深的是福建事变。1933年11月22日，被调到福建剿共的19路军举起了抗日反蒋的大旗，通电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把福州定为中华共和国首都。19路军的这一变，差点使苏区东部防线崩塌。如果红军再与19路军合成一股，有了出海口，对粉碎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如果那个时候，中央红军和19路军能够联合起来，是吧？能够他们像刚开始主管的愿望那样好，联合起来，互相战略上互相配合，互相打，那还真是一个改变整个战争局面，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说，蒋介石好几次禁不住自己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甚至还独自高声歌唱起来。身边的人都说老头子是发神经了。可是博古等人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向敌人后方打出去，还是要坚持内线作战。这个重要的机遇被错过了。那个时候，蔡廷锴他们是派人了，可以
中央书记和中央红军是我们党合作的，我们党也派代表去跟人家谈的，是吧？联合还蒋的。那时候北谷啊，太走心了，关门主义，因为我们自己的政策的错误，走失良机的。缓过神来的蒋介石急急抽出了11个师向福建压来，得不到援助的19路军很快就被压垮。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苏区掀起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到处出现了护送子、七送郎、兄弟参军的动人景象。红军相继成立了兴国模范师、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等著名的作战部队。身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干部的作风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他说现在一开会就是扩红，就是征粮。你要扩红，你要征粮，你想到老百姓想什么？扩红，青壮年上了前线了，后方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考虑不考虑？妇女下田种地，有没有人教她去犁地？有谁去教她去犁地去？小孩子要上学，有没有人考虑办学校的问题？前面那个桥要倒了，要垮了，人可能会掉下去，有没有人组织修桥？旁边那个村子里边闹病，有没有人给他们看病？如果这些问题统统都不考虑，一开会就是扩红，就是征粮，老百姓能干吗？你只有关心到他的生活，老百姓才会把苏维埃的旗帜当成他们无限光荣的旗帜，才会在这个旗帜下奋斗。而且我觉得毛泽东许多的论述到现在来讲还听起来非常亲切。他说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苏区干部的好作风换来的是人民群众真情实意的拥护与实实在在的支援。2月5日，王明在莫斯科也做过一篇发言，标题是“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荒谬地夸大了红军的战果。他说，在这次反围剿中，红军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万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轮船12艘。说为了卸物资，就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断言蒋介石的这一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发言结束后，会场爆发了长久的掌声。但是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4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广昌。毛泽东、张闻天都不主张组织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调139军团的9个师坚守。陈诚以10个师加辅河构筑碉堡向前推进。这是一场以主力拼主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搏斗。中央苏区的前途命运被压缩到广昌一隅。广昌呢是当时中央苏区的北部的门户，失去了广昌，那么国民党中央军就可以直下宁都和瑞金了。
因此当时来讲，保卫广昌成为这个头等重要的任务，以3军团为主力，1军团配合。但是国民党采取什么滚进的办法？一天只前进2到3公里，相当于广昌步步逼近。到一个地方赶快修工事、筑堡垒，红军没有重炮，攻不动。这样的话，20几天滚进，就逼近广昌城。这个你每次反击，人家火力强大，碉堡攻不动。4月14日，国民党军河西纵队突破了9军团阵地，占领了甘渚。4月19日，河东红军主力也未顶住敌人，丢掉了大罗山、盐福帐阵地。4月27日，陈诚指挥河西、河东两岸敌军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3军团主力被迫撤出了广昌。广昌保卫战持续了18天。红军毙伤和俘虏敌人2600多人，而自己伤亡了5000多人。广昌失守后，红军虽顽强抵抗，但却节节失利。中央根据地收缩到瑞金、会昌、于都等狭小地区，战略转移渐成趋势。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战斗的李德，却最先提出了撤退。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请求。这时候，被排斥在核心之外的毛泽东，眼见危机来临，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的郁闷旁人难察。他回忆说，会昌有高山，每天天不亮我就去爬山，极目远眺，看曾经那样红火蓬勃的根据地面积越来越缩小，他感慨万千。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1934年7月，敌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全面进攻，根据地的面积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局机关的秘密电台遭到了严重破坏，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就此中断了。7月6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7月23日，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开始西征。周恩来说，这2支部队的任务，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2个作用都没有发挥出来。
这是一块坚守了6年多的根据地。据《红星报》当时的统计，仅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112105人。苏维埃政府墙上留下的这块黑板，凝结了那个年代苏区人民沸腾的热血激情，隐现着一张张英俊灿烂的脸庞。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主力红军的5个军团和2个纵队，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叫西征，或西方野战军。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这第一步，就要走上25000里。开始的无疑是漫漫苦难，期待的一定是耀眼的辉煌。